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微光夜读。看看这位大爷，穿着破烂军装，还硬要坐头等舱，真是笑死人了。张倩月掏出手机，对准旁边满脸沧桑的李远征拍了一张照片。李远征默默转过头，视线落在窗外。你好，这位是我们的特殊旅客。空姐礼貌地弯腰说道。张倩月不屑一顾，特殊在哪？特殊在衣服破得特别彻底吗？他不知道，一场让他终生难忘的震撼正在等待着他。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李远征站在机场候机厅，手里紧握着一张前往南京的机票。他今年58岁。曾是一名优秀的军人，如今退役在家，他的脸上刻满了岁月的痕迹，眼神却依然坚毅。此刻，他穿着一件破旧的军装，衣服上有多处明显的划痕和污渍。这身军装是他多年来的珍藏，从不轻易穿出门。但今天不同，他的战友老王昨天因病去世。葬礼就在明天举行。李远征接到消息后，匆忙买了最早的一班飞机。前一天，他刚参加完当地的一次山区救灾志愿活动，在救助被困群众时，他的军装被树枝和岩石划破了好几处。时间紧迫，他来不及回家换衣服，只简单收拾了一个小背包，就直奔机场。疲惫和悲伤写在他的脸上，但他依然保持着军人的挺拔。候机厅里人来人往，没人注意这位衣着破旧的老人。李教官，您的登机牌。柜台工作人员递过一张头等舱的登机牌。李远征有些尴尬，没有经济舱的票了吗？工作人员摇头，很抱歉，只剩下头等舱了。今天航班很满。李远征无奈地接过登机牌，谢谢。他走到候机区，找了个角落的位置坐下。李远征从口袋里掏出老王的照片，照片上他和老王穿着崭新的军装，意气风发地站在军旗下。老班长，您怎么突然就走了呢？李远征轻声自语，一滴泪水落在照片上。他赶紧用手指擦去，旁边一位老太太注意到了他，递来一张纸巾。大兄弟，擦擦吧。李远征感激地接过纸巾，谢谢您。老太太看了看他的军装，当过兵吧？我家老头子也是。李远征点点头，是啊，当了一辈子兵，辛苦了。老太太温和地说，然后回到自己的座位。这短暂的交谈让李远征心里稍微好受了些。广播里传来登机的通知。李远征收起照片，拎起简陋的背包。老王，我这就来送你最后一程。他在心里默默地说。他跟随人流缓缓前行，踏上了这段注定不平凡的旅程。李远征拿着机票走向头等舱。这是他唯一能买到的票。空姐热情地迎接他。您好，先生，需要我帮您放行李吗？李远征摇摇头，不用，谢谢，我自己来就好。真是的，现在头等舱什么人都能进。一个尖锐的女声从后面传来。李远征回头，看到一位穿着名牌套装的女士正撇着嘴，她就是张倩月，一家知名珠宝公司的老板，年约40出头。他踩着高跟鞋从李远征身边挤过，刻意撞了他一下。不好意思啊，大爷。他假意道歉，语气却充满嘲讽。李远征微微皱眉，但没说什么，继续向自己的座位走去。当他看到自己的座位号时，不由得愣住了。张倩月已经坐在那排座位上，正在化妆。先生，您确定没走错地方吗？这里是头等舱。张倩月冷冷地说。
李远征平静地出示自己的机票，这是我的座位23位。张倩月瞥了一眼，眉头皱得更深了。你坐旁边，我要靠窗，但我的票是窗口座位。李远征解释道。张倩月不耐烦地摆摆手，我晕机，必须坐窗口，你不能换一下吗？李远征无奈，只好点头。好吧。他默默地坐在了过道座位上，将背包放在腿上。张倩月嫌弃地往窗边挪了挪，你的包能不能放远点？一股土味。李远征没有应声，只是将背包放到了自己脚边。空姐走过来，热情地问道：李先生，需要喝点什么吗？李远征微笑道：一杯温水就好，谢谢。空姐点头，稍等，马上为您准备。张倩月看到这一幕，眉毛挑了起来。你们认识？空姐礼貌地解释，这位是我们的贵宾旅客。贵宾？张倩月冷笑，看衣着不像啊，难道航空公司现在流行接济乞丐？李远征的手微微握紧，但脸上依然没有表情。空姐的表情变得严肃，女士，请尊重每一位乘客。张倩月不以为然，我只是说实话而已。你看他那身破军装像什么样子？他用手指指了指李远征的衣服上的破洞，这都能穿出门，也是够寒酸的。周围几位乘客开始投来好奇的目光，有人窃窃私语。张倩月故意提高声音，我看这军装也不知道是真是假，现在假冒军人的人多了去了。一位中年男乘客听不下去了，这位女士，你太过分了吧？张倩月立刻反击，关你什么事？多管闲事。中年男子正要说什么，李远征轻轻摇头，没关系，不必争辩。空姐送来温水，体贴地放在李远征面前。您的水，李先生。张倩月讥讽道，哟，还挺受照顾，不知道是哪个部队的大人物呢？李远征默默端起水杯，小口啜饮，仿佛没听见他的话。张倩月见状更加不屑，装聋作哑，真是可笑。他掏出手机，对准李远征偷偷拍了几张照片。今天遇到一个穿破军装的老头，居然坐头等舱，还特别傲，服务员对他毕恭毕敬，笑死我了。他一边打字一边偷笑。发完帖子，他故意将手机屏幕对着李远征，怎么样，我这拍得够清楚吧？李远征看了一眼，轻轻叹息，没有说话。装什么高深莫测呢？张倩月不依不饶，看你这样子，退役了吧？现在能领多少退休金？够买这张机票吗？李远征终于开口，请尊重一下自己，女士。这简短的一句话让张倩月愣住了，随即变得更加恼火。你什么意思？教训我？你算老几啊？他提高了音量，几位乘客纷纷侧目。空姐再次走过来，女士，请保持安静，不要打扰其他乘客。张倩月冷哼一声，我就是看不惯某些人装模作样。飞机开始滑行，张倩月不得不暂时闭嘴，但她的眼神依然充满敌意。她转头望向窗外，但心里仍在盘算着如何继续嘲讽这位老兵。飞机平稳地飞行在高空，李远征从口袋里再次掏出那些照片，这次他拿出的不只是老王的照片，还有几张他们当年的军旅合影。这是你们部队的照片？张倩月忍不住偷看了几眼，假装随意地问道。李远征点点头，是的，30年前了。30年？张倩月夸张地笑了，那时候我还在上小学呢。李远征没有接话，继续翻看着照片，脸上流露出怀念的神情。老兵聚会什么的吧？张倩月又问，语气中依然带着嘲讽。
占有葬礼。李远征平静地说。这句话让张倩月略感尴尬，但很快又恢复了傲慢。哦，那挺遗憾的。他停顿了一下，又说，不过你这身衣服去参加葬礼，是不是太不尊重死者了？李远征抬起头，眼神中闪过一丝锐利。我相信他不会介意。哟，看不出来，还挺有脾气。张倩月故意刺激他。李远征没有理会，继续专注于手中的照片。这时，一位年轻的男乘客从后排走过来，站在过道旁。请问，您是李远征吗？李教官。年轻人有些激动地问道。李远征略显惊讶。是我。你是？我是王小军。5年前，您在军训基地教过我们。年轻人兴奋地说。李远征仔细看了看他，原来是你。现在工作怎么样？很好，我现在在南京一家科技公司上班。王小军笑着说，当年您教我们的那些道理，我一直记在心里。李远征微笑着点头，不错，有出息。能和您合个影吗？我妈一直说要谢谢您当年对我的关心。王小军掏出手机。李远征有些犹豫，小王，我现在不太方便，衣服也不整齐。没关系的，李教官，就一张。王小军恳求道。李远征看了看自己的破军装，摇摇头，改天吧，今天我有急事。王小军理解地点点头，恭敬地敬了个礼。那打扰您了，李教官。等年轻人走后，张倩月立即嗤之以鼻，装什么大人物，不就是个教军训的吗？他再次拿起手机，补充发了一条，这老头好像还挺有名，有小年轻专门来要合影，但被拒绝了，可能是怕露馅吧，哈哈。李远征看到他的举动，轻轻摇了摇头，没有说什么。怎么不敢应声了？张倩月步步紧逼，是不是怕被揭穿？李远征深吸一口气，女士，我不明白您为什么如此针对我。张倩月冷笑，我看不惯假把式而已，尤其是那些靠过去吃饭的人。这话刺痛了李远征，他缓缓转过头，请问您了解军人吗？了解啊，吃国家饭的，退休了还到处炫耀当年的荣誉，恨不得所有人都给你们鞠躬。张倩月毫不客气地说。李远征眼中闪过一丝愤怒，但很快又恢复平静。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我为我的选择感到骄傲。骄傲？张倩月嘲讽地笑了。骄傲什么？骄傲现在穿着破军装坐飞机吗？李远征深深地看了他一眼，希望你永远不需要知道答案。这句话让张倩月一时语塞，但她不甘示弱。什么意思？威胁我吗？李远征摇摇头，不是威胁，是祝福。祝福？张倩月冷笑，我用得着你祝福吗？他从包里掏出一张名片，递给李远征，看清楚，我是谁？名片上印着锦绣珠宝集团总裁张倩月几个大字。李远征看了一眼，将名片放在小桌板上，恭喜您事业有成。恭喜。张倩月轻蔑地笑了，我的年收入可能是你退休金的几百倍。李远征平静地说，金钱不是衡量一个人价值的唯一标准。哟，还挺有哲理。张倩月讽刺道，不过这话通常是穷人说的。空姐适时地走过来，询问是否需要餐食。李远征礼貌地要了一份简餐，张倩月则点了最贵的套餐，给我来瓶红酒，要12年以上的。张倩月傲慢地说。空姐微笑解释，女士，飞行中我们只提供指定种类的酒，那就来最好的那种。张倩月不耐烦地挥挥手。餐食送来后，张倩月刻意展示她的用餐礼仪，
不时瞥一眼李远征。李远征则安静地吃着简餐，动作规矩而克制。你看你吃饭的样子，一板一眼的，多累啊！张倩月故意说道。李远征没有理会，继续用餐。张倩月又拍了几张李远征吃饭的照片，发到社交媒体上。头等舱遇到的奇葩老兵，吃个饭都一板一眼的，军人就这么死板吗？笑死人了！他写道。不知不觉中，他的这些帖子已经引起了不少网友的关注。有人评论：你这样做不好吧？人家老人家也没惹你。也有人附和他，确实有点好笑。这年头，谁还把当兵那点事当回事啊？我就是看不惯这种假正经的老头，装什么清高？张倩月回复道。他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没意识到事情正在发酵。另一边，一位乘客认出了照片中的李远征，开始在军人群体中转发这条消息。各位战友，有人在飞机上羞辱李教官，大家看看这张照片。消息很快在各个军人群体中传开，引起了轩然大波。而此时的张倩月还在得意洋洋地更新着他的社交动态。飞行进入最后阶段，飞机开始下降高度，广播里传来机长的声音：尊敬的各位旅客，我们即将在南京禄口国际机场降落，乘客们开始收拾各自的物品，准备下机。张倩月整理着她的名牌包包和化妆品，不时瞥一眼李远征。李远征则安静地收好照片，准备登机牌。这时，广播里又传来一则特殊通知：亲爱的乘客们，本次航班有贵宾乘客，请其他旅客在飞机抵达后稍后片刻，待贵宾下机后再离开。感谢您的配合。张倩月立刻坐直了身体，整理自己的衣服和妆容。看来是为我准备的，我经常受到这种待遇，他自言自语道。李远征听到他的话，微微一笑，没有评论。你笑什么？张倩月不满地问道。李远征摇摇头，没什么，祝您好运，不需要你祝福，我自己就很好运。张倩月傲慢地说。他掏出一面小镜子，开始补妆。一会儿可能有媒体，我得保持最佳状态。李远征看向窗外，不再理会他的自言自语。飞机顺利降落，缓缓滑向停机位。张倩月迫不及待地解开安全带，准备起身。女士，请等飞机完全停稳后再起身。空姐礼貌地提醒道。张倩月不耐烦地坐回座位，知道了，知道了。她转向李远征，待会儿我先下，你别挡道。李远征点点头，当然。飞机终于停稳，乘客们纷纷起身，准备取行李。这时，一位空乘人员走到李远征身边，弯腰低声说了几句话。李教官，有人在机场等您。请您稍后从 VIP 通道下机。李远征略显惊讶，随后点点头，谢谢提醒。张倩月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幕。你们在说什么？空乘人员微笑着直起身子。女士，请稍等片刻。张倩月感到不可思议，什么情况？为什么要和他咬耳朵？她忍不住问道，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我才是需要先下机的人吧？空乘人员礼貌地回应。女士，请您稍安勿躁，一切按程序进行。张倩月越发困惑，她审视地看向李远征。你到底是什么人？李远征平静地说，只是个普通的退役军人而已。骗谁呢？张倩月不信。那他们为什么对你这么特殊？李远征没有回答，只是安静地等待着。舱门打开了，一位机场工作人员走上飞机，直接来到李远征面前。李教官，欢迎您到南京，请跟我来。
工作人员恭敬地说。其他乘客都露出惊讶的表情，纷纷看向李远征。张倩月目瞪口呆，完全不明白发生了什么。等等，我才应该是第一个下机的！他大声抗议。工作人员礼貌但坚定地解释：“女士，今天有特殊安排，请您理解。”张倩月不依不饶：“什么特殊安排？凭什么让他先下？”李远征起身，拿起自己的小背包，向舱门走去。这不公平！张倩月高声喊道：“我要投诉！”李远征在舱门前停下，回头看了一眼满脸不可思议的张倩月，他没有说话，只是轻轻点了点头，然后转身走向舱门。张倩月站在原地，内心充满了困惑和不满，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自言自语道，决定跟上去一探究竟。张倩月忍不住了，她推开周围的乘客，冲向舱门。我不管什么规定，我要先下！她大声抗议道。但当她来到舱门前，眼前的景象让她瞬间呆立在原地。机场的舷梯旁，整整齐齐地站着2排身穿军装的士兵，他们挺直腰板，目光坚定，神情肃穆。阳光下，他们的军装闪闪发光，胸前的勋章熠熠生辉。张倩月惊讶地说不出话来，她下意识地退后一步。这是怎么回事？她喃喃自语道。一位乘客认出了那些军人，那是南京军区的仪仗队。另一位乘客惊叹道：“天啊，他们是来迎接那位老兵的吗？”张倩月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她拼命挤到舱门口想看清楚。这时，李远征已经走出舱门，站在了舷梯上。一位身着将军制服的男子走上前，向李远征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李教官，欢迎回来！将军声音洪亮，充满敬意。李远征回了一个军礼，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机场广播突然响起：“尊敬的旅客们，欢迎李远征同志回到南京。”舷梯下不只有列队的士兵，还有上百名穿着各式服装的普通民众，他们手持鲜花和横幅，脸上洋溢着激动和感激的神情。李教官，人群中爆发出热烈的欢呼声。我们的英雄回来了！有人激动地喊道。张倩月站在舱门口，完全傻眼了。那个被他一路嘲笑的破衣老兵，竟然受到如此隆重的欢迎。他到底是谁？张倩月结结巴巴地问身边的乘务员。乘务员看了他一眼，语气冷淡：“李远征教官，上个月边境危机的英雄。”什么边境危机？张倩月一头雾水。另一位乘客插话道：“你不知道吗？上个月20多名游客被恐怖分子扣为人质，是李教官带队救出来的。整个行动中，他身先士卒，冒着枪林弹雨救人，军装就是那时候弄破的。那次行动，他救了多少人？”张倩月颤抖着问道。23名同胞，包括7名儿童。乘务员回答。张倩月的脸色变得苍白，双腿开始发抖。他想起自己一路上对李远征的嘲讽和侮辱，羞愧感油然而生。更让他恐惧的是，他的手机突然疯狂震动起来。打开一看，他之前发的那些嘲笑李远征的帖子下面已经有成百上千条愤怒的评论。你知道你在嘲笑谁吗？这是我们的英雄，无知的女人，你应该感到羞耻。还有人发出了对他公司的抵制呼吁，不要购买锦绣珠宝的产品，他们的老板侮辱英雄。张倩月的手开始颤抖，她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我完了，她喃喃自语道，感到一阵眩晕。就在这时，一位记者认出了站在舱门口的他，
那不是视频里嘲笑李教官的女人吗？记者指着她说道。所有人的目光瞬间集中在了张倩月身上，有人开始拍照，有人指指点点，更多的人投来愤怒的目光。就是她，就是那个嘲笑英雄的富婆。一个声音从人群中传来，让她出来道歉。另一个声音喊道。张倩月想转身逃回飞机，但已经来不及了。闪光灯不断亮起，她的脸被清晰地拍了下来。我不是故意的，我不知道。她想辩解，但声音小的只有自己能听见。她全身发抖，仿佛被钉在了耻辱柱上，无处可逃。记者们涌向李远征，话筒和摄像机对准了他。李教官，您能谈谈这次秘密任务的感受吗？一位记者问道。李远征摆摆手，不方便多说，只是做了应该做的事。您的军装是在救援行动中弄破的，为什么不换掉它？另一位记者问道。李远征轻抚衣服上的划痕，这是荣誉的象征，我想保留它。听说您刚从另一个救灾现场赶来，是真的吗？记者追问。李远征点点头，家乡发生了山体滑坡，我去帮了一些忙，然后就马上赶来参加战友的葬礼。记者继续问道。李远征眼中闪过一丝悲伤。是的，老王，我的老班长去世了。就在记者们继续提问时，一位中年男子挤过人群，来到李远征面前。李教官，男子激动地握住李远征的手，泪流满面。张先生，你好。李远征认出了他，轻轻拍拍他的肩膀。没有您，我们全家都不会站在这里了。张先生哽咽着说道。他转向周围的记者和群众，大家可能不知道，上个月我和家人在边境旅游时被恐怖分子劫持，当时情况危急，我们被关在一个随时可能爆炸的房间里，是李教官带领特种小组，冒着生命危险救出了我们所有人。张先生指着李远征的军装，他的衣服就是在救我们时被划破的。当时他为了保护我女儿，自己的背部被划了好几道口子。听到这些，周围的人群更加激动，掌声和欢呼声此起彼伏。一位老人走上前，给李远征献上一束鲜花。谢谢您救了我的孙子。李远征接过鲜花，深深鞠了一躬。这是我的职责。记者们纷纷记录下这感人的一幕。闪光灯不断闪烁。李教官，您的事迹已经传遍全国，但您为什么一直保持低调？有记者问道。李远征微笑道，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就好，不需要太多宣传。听说您还拒绝了多项商业代言邀请，为什么？另一位记者问。李远征摇摇头，军人不应该靠这些事情获利，我有军人的尊严。这句话引来一片赞叹声，人们对这位朴素英雄的敬意更深了。而站在舱门口的张倩月听着这些对话，脸色变得越来越苍白。他终于明白了李远征那句希望你永远不需要知道答案是什么意思。这位被他嘲笑的破衣老兵，竟然是一位真正的英雄，一位救人于危难的勇士，而他却因为肤浅的眼光，错误地判断了他的价值。记者们注意到了站在舱门口的张倩月，镜头开始对准他。请问您就是视频中嘲笑李教官的那位女士吗？一位记者大声问道。张倩月惊慌失措，不知如何回应。请问您现在有什么感想？记者步步紧逼。您知道自己嘲笑的是一位国家英雄吗？另一位记者质问道。张倩月的嘴唇颤抖着，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周围的人群开始议论纷纷，有人指着他，有人摇头叹息。
就是他，在飞机上一直侮辱李教官。一位同机乘客指认道，他还拍照发到网上，嘲笑李教官的破军装。另一人补充道，人群中的怒火开始蔓延，有人高声喊道，让他道歉，给英雄道歉。越来越多的人附和着。张倩月感到前所未有的羞耻和恐惧，全身都在发抖。她的社交媒体继续疯狂震动，无数网友涌入她的账号，留下愤怒的评论。锦绣珠宝老板张倩月侮辱英雄，抵制他的产品，这样的呼吁在网上迅速传播。短短几小时内，他从一个成功商人变成了全网公敌。这一切都因为他对一位真正英雄的无知和傲慢。张倩月试图悄悄离开，但人群已经将他团团围住。就是他，就是视频里那个嘲笑英雄的女人。有人大声喊道，更多的人开始掏出手机，对准张倩月拍照录像。快看，她穿的是香奈儿套装，戴的是卡地亚手表，却嘲笑英雄的破军装。一位女士愤怒地指出，这种人有钱没品，应该好好教育教育他。另一个声音附和道。张倩月举起手挡住脸，但无法阻挡众人的目光和议论。她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公众羞辱，感到无地自容。我不是故意的。她终于挤出几个字，声音却小得几乎听不见。不是故意的。那些照片和文字是自动发出去的吗？一位老人讥讽道，你看看你写的这些。有人将他的社交媒体截图打印出来，高高举起，上面清晰地显示着他对李远征的各种嘲讽和侮辱。张倩月的脸色变得煞白，冷汗直冒。记者们更是不放过这个戏剧性反转的新闻点。张女士，您能解释一下为什么要嘲笑李教官吗？一位记者将话筒伸到他面前。是因为您看不起军人，还是单纯的势利眼？另一位记者尖锐地问道。张倩月张了张嘴，却说不出一句话。请问您的公司对此有什么回应？会不会因此下架产品？记者继续追问。张倩月这才意识到，这件事可能会对她的事业造成毁灭性打击。她的手机再次震动。是公司高管打来的电话，张总，出事了，我们的股价开始下跌，很多客户取消了订单。高管焦急地说。张倩月完全崩溃了，她的双腿再也支撑不住，差点跪倒在地。幸好一位空姐及时扶住了她，否则她可能会当场晕过去。场面越来越混乱，有人开始喊口号，要求张倩月公开道歉，有人甚至拉起横幅，尊重英雄，惩罚无知。机场安保人员开始担心事态失控，纷纷上前维持秩序。各位请冷静，不要过激行为。安保人员大声呼吁，但愤怒的人群并不买账，继续向张倩月施压，道歉，道歉。整齐的口号声此起彼伏，张倩月被吓得浑身发抖，眼泪在眼眶中打转。她从未想过，自己随意的一次嘲笑会引发如此严重的后果。我错了，我真的错了。她小声啜泣着，但声音淹没在喧闹声中。人群的情绪越来越激动，现场的安保人员开始担心事态失控。就在局面即将失控的时候，一个洪亮的声音传来，大家安静。声音不大，但却有一种不容忽视的力量。所有人都停下来，寻找声音的来源。人群自动分开一条路。李远征走了过来，他看了看惊慌失措的张倩月，又环顾四周愤怒的人群。各位，请保持冷静。李远征的声音虽然不大，但很有力量。人群逐渐安静下来，
所有人都在等待英雄的发言。李远征面向大家，表情平静。我理解大家的心情，但请不要这样。他指了指张倩月，这位女士只是不了解情况，这很正常。李教官，他这样侮辱您，您不生气吗？一位市民不解地问。李远征摇摇头，在战场上，我们面对的是枪林弹雨，这点小事算什么？可他把您的照片发到网上嘲笑。另一位市民愤愤不平地说。李远征微笑道：那又如何？他有表达的自由。他说您的军装破烂，说您是假冒军人。有人继续抗议。李远征低头看了看自己的军装，确实破了。我理解他的看法。他的话让现场的气氛缓和了许多，人们开始低声议论。李远征走到张倩月面前，声音温和：您没事吧？张倩月抬起头，泪水模糊了她的视线。对不起，我真的不知道。李远征点点头，我明白，没关系。他转向记者们，这件事到此为止，希望大家不要再追问这位女士。记者们却不依不饶。李教官，您就这么原谅她了？李远征正色道：我们军人保家卫国，不是为了追求荣誉和掌声。我这身破军装确实不太体面。他有权利发表自己的看法。他的话如同一盆冷水，浇灭了众人的怒火。李教官说得对，我们应该学习他的宽容。一位老者说道：是啊，真正的英雄不计较这些小事。另一个声音附和道。张倩月呆呆地站在那里，泪水终于流了下来。她没想到，被自己一路嘲笑的人，此刻却站出来保护她。谢谢，谢谢您，她哽咽着说。李远征轻轻点头，不客气，希望您以后能多了解我们军人。记者们纷纷将镜头对准李远征，这个真正的英雄时刻更有新闻价值。我希望大家理解，尊重每一个人，不管他穿什么衣服，有什么身份。李远征说道，这才是我们军人应该传递的价值观。他的话引来一片掌声，人们的怒火逐渐平息。一位小女孩挤过人群，给李远征献上一朵小花。叔叔，您真好。李远征蹲下身，接过小花。谢谢你，小朋友。这温馨的一幕让现场的气氛彻底改变。张倩月擦拭着眼泪，内心充满了羞愧和感动。李教官，我能和您说几句话吗？他鼓起勇气问道。李远征点点头，当然可以，我为我的行为道歉，我太无知了。张倩月真诚地说。李远征微笑，每个人都有犯错的时候，重要的是能够认识到错误。我会捐款给军人家属基金，这是我的心意。张倩月说道。李远征摇摇头，不必为此感到有压力，做好自己就行。张倩月深深鞠了一躬，谢谢您的宽容，我永远不会忘记今天的教训。李远征拍拍他的肩膀，抬起头来往前看。现场的人们见此情景，纷纷鼓掌，为这个和解的场面喝彩。记者们纷纷提问李远征最近的救援经历和即将参加的战友葬礼。李远征一一回答，言语间充满了对战友的怀念和对使命的坚守。张倩月站在一旁，静静地听着，眼神中的轻蔑和傲慢已经完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深深的敬佩和反思。欢迎仪式结束后，李远征在几位军方人员的陪同下离开了机场，人群逐渐散去，只有几位记者还在现场整理素材。张倩月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但她已经无心离开。她坐在机场角落的椅子上，拿出手机，看着那些充满嘲讽的帖子，真是可笑。我居然这样评价一位英雄。
他自言自语道，他的手指颤抖着，一条一条地删除那些帖子，但网络的力量太强大了，他的帖子已经被无数人转发和截图，他的名字和照片已经与嘲笑英雄的女人紧紧绑定在一起。他的手机响了，是公司高管打来的电话，张总，情况不太好，多家媒体要求我们做出回应，股价已经下跌 15%。 高管紧张地说道。张倩月深吸一口气，发表道歉声明，我们会全力支持军人家属基金，并且他停顿了一下，做出一个重大决定，我会暂时卸任总裁职务，反思自己的行为。高管惊讶地问，张总，这是不是太严重了？张倩月坚定地说，不，这是必要的，我需要时间去了解那些真正值得尊敬的人。挂掉电话后，他又接到了几位商业伙伴的询问，显然这次事件已经影响到了他的事业和声誉。但奇怪的是，他并不感到特别难过，反而有一种解脱感，仿佛长久以来被物质和地位蒙蔽的双眼终于清明了。张倩月深深地叹了口气，拨通了家里的电话。妈，我今天遇到了一件事。她哽咽着把整个经过告诉了母亲。电话那头，母亲沉默了许久，然后说，倩月，这是老天给你的一课啊！以前我总说你太势利，看不起普通人，你不听。母亲叹息道。张倩月点点头，泪水再次涌出。我知道了，妈，我知道错了。那位军人真是个好人，换了别人，可能早就让你身败名裂了。母亲说。张倩月回忆起李远征保护她的场景，心中涌起一阵感激。妈，我决定休息一段时间，可能会去做些志愿服务。她说，这是好事，人活着不能只看钱，要有点精神追求。母亲欣慰地说。结束通话后，张倩月擦干眼泪，走出机场，拦了一辆出租车。去哪里？司机问道。张倩月想了想，先送我去金陵饭店吧。车窗外，南京的街道上挂满了欢迎李远征的横幅和海报，向英雄致敬，人民的保护者李远征，平凡中的伟大。这些标语和李远征的照片遍布城市的各个角落。师傅，您知道李远征吗？张倩月问出租车司机。知道啊，谁不知道李教官啊？司机自豪地说，我儿子就是他教出来的兵。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张倩月好奇地问。司机滔滔不绝地讲起来。李教官啊，那是出了名的严格，但对战士们特别好。有一年冬天，他把自己的棉衣给了一个生病的新兵，自己冻得嘴唇发紫，还坚持训练。这样的军人，我们国家需要更多啊！司机感叹道。张倩月安静地听着，心中的敬意越来越深。他想起李远征在飞机上说的那句话，希望你永远不需要知道答案。现在他明白了，那些穿着破旧军装的人，可能正是默默守护着这个国家的英雄，而他因为自己的浅薄和傲慢，几乎错过了认识这种伟大的机会。出租车驶过一个广场，那里的大屏幕正在播放李远征的新闻。屏幕上的李远征依然穿着那件破旧的军装，但在所有人眼中，那是最耀眼的勋章。张倩月看着屏幕，喃喃自语，对不起，真的对不起。突然，他做出一个决定，师傅，改道，请送我去军人公墓。军人公墓，今天好像有个重要葬礼。司机说。张倩月点点头，我想去送别一位我不认识的英雄。出租车调转方向，驶向军人公墓。张倩月知道，这次经历将永远改变她的人生，
而那个穿着破军装的老兵将永远活在他的记忆中，提醒他什么是真正的尊严和伟大。感谢大家的观看，本期故事精彩吗？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